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圣诞节的更新公告来了，雪橇秘境版本公告。那么还是一样，国际服的时间会比较早，会在12月10日的时候就更新了，然后国服要等到12月12日。首先就是节日活动啊，在之前就已经有透露过，这一次的活动是7000宝石活动，不过同时间也是会增加一个新的活动，叫真香市集。将行特会敲图纸的活动，登峰造极就是大家也知道了，拿皮肤的活动，作战演习就是打洛哈的活动，钓鱼活动，还有连续7天登陆的活动都会同时推出。不过这些活动来来去去都是差不多啦，所以这边就不多做介绍。我们看下一个部分，全新活动赛罗利迷境即将开启。这个活动我不确定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之前官方爆料的影片中，其实有透露了一点点，就是我们可以进入这个赛罗利的迷境中。不像往日我们要走到某一个地方，然后把一些怪打掉之类的，是可以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传送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的野怪，或者是你会拿到一些其他的技能之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介绍，这个迷境是由随机关卡组成的，关卡中的敌人和地图会有不同，给玩家带来丰富的游戏体验。每轮迷境中将会有3个关卡，击败赛罗利首领为通关条件。就是说跟伊恩之歌是差不多的，击败首领可以获得丰厚奖励并保存1次进度。当所有玩家被打败之后，可以从上一次的保存位置继续挑战。在迷境中，玩家能够不断的强化自己的职业技能，使其发挥重要战斗作用。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有可能会在迷境中获得一些技能。随着关卡的推进，玩家面对的敌人将愈发强大，最终关卡为强大赛罗利将领，挑战成功即可通关迷境。那也是一样，这个活动会有分成普通难度、传奇难度，但由于这一次是第一次推出这个活动的关系所以他们不打算开放传奇难度，等之后大家已经适应了再开放。同时间也会开启公平模式，系统将自动平衡玩家文明风格科技，按照统帅擅长的兵种配置同一强度的装备及军器。我认为这样子也是好事情啊，因为之前推出一些新的 boss 的时候，有一些玩家可能都觉得说哇太难了，根本不会玩啊，尤其是针对一些新的玩家或者是小玩家啦，如果像他们这样子推出先锋体验版，至少挑战起来难度不会这么高。那暂时来说，我对于这个活动的想法就是传送版本的伊恩之歌下一个失落之地相关优化，我的天啊，为什么这个这么长啊？那首先说一下强攻劲弩，移除联盟箭塔啊。那其实在那个地图中，箭塔也算是一个特色，可能那个箭塔真的影响太大了，所以他们移除掉，那就变成联盟箭塔就只有那个英雄战歌那个什么地图了啊，我都已经忘记了这个事情你们真的不能怪我，它太多个英雄战歌的地图啊，还是那个神级庙车里面有箭塔，我都已经忘记了。反而拥有远程的地图就没有联盟箭塔，这个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游击部队也就是那个可以边走边远程攻击的部队，在离开城市和建筑后短时间内无法进行基础攻击。他们这样子改的原因是不是为了要防止游击部队做地鼠啊？接着就是统帅蜥蜴所需要的蜥蜴币需求减半，应该是有太多玩家转换了。说实在，我玩那个地图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使用箭塔的提升了强弩车的基础行军速度这个确实有点慢啊，提升速度是可以接受的。下调了征战成就中使用强弩车部队进行击杀重伤的要求，其实这个任务完全没有去完成了我根本没有用远程统帅去打，而且我说真的，就是因为这个成就的关系而导致到我们大多数人全部都用远程，没有人肯去用野战部队来打架。所以为什么当时我玩这个地图的时候特别生气，就是这个原因啊！全部都讲我要完成成就啊，所以我要用远程啊。然后只有我这种不计较奖励不计较成就的玩家，一直用野战部队在打架而已，我完全没有机会使用远程部队。最后降低剧本前中期的蜥蜴统帅数量上限，大概是这样。接下来是讲整个征服赛季的东西。征服赛季中，联盟盟主可以将本联盟占领的关卡、阵营要塞和圣地转让给本军团内的其他联盟。这一点我就觉得改的比较合理因为我们时常会发生呢，在我们打关卡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军团里面的人嘛，有来自不同的联盟，但是打下关卡的时候，并不是连接关卡的联盟去拿下那个关卡，就变成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去那个关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关卡 bug。所以像这样子直接转让过去之后，进出也会比较方便一点。至于转让阵营要塞和圣地，估计是给其他的联盟可以拿到 buff。第3点，征服赛季中赛季任务奖励新增一键领取功能我们终于不用一个一个去点了。
第4点，失落之地中对聊天功能新增了执政厅等级限制，也就等于说不能再开一些1等级的账号去嘴炮了。这个东西其实在很早期就已经有讲过，就是希望官方可以限制25等级城市的玩家才可以在失落之地发言，所以这个已经算是很早期就讲了，只是他现在才推出而已。第5点，修复了征得上帝启示和神女降临这类对多兵种生效的技能，被视作单一兵种技能，从而触发奇军密室相关效果的错误。这个就是穿戴密室之后的一些问题啦，这个并不是说统帅的技能上面有问题。第6点也是在之前官方爆料图片里面有看到的，在英灵殿中新增了资源返还。那时候我们看官方爆料的图片是返还 10% 啦，但是之后返还多少这个有待确认。在失落之地结束后，根据执政官们在失落之地中治疗累积消耗的资源，按比例返还一定的资源。那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部分啦。不过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观察你在整个赛季中到底消耗了多少的资源，好让你准备下一次的 KVK 要准备多少的资源，又或者是你可以观察这一次的消耗有没有比起上次更多或者是更少。第7点跟我们这种老玩家没有什么关系啦，在 KVK 2辽远征途和 KVK 3光影交织的部分征战成就奖励中，新增了洗练重置石新玩家都已经可以重置了。那如果你是想着你要不要回去 KVK 2或者是回去 KVK 3拿到更多的洗练重置石，那你就不用想了，因为12月也是会跟着改移民规则。如果你是太老的玩家的话，你就不能回去 KVK 2跟 KVK 3，你只能游荡在征服赛季之中。第4个部分，埃及之战优化，黄金战场地图升级，获得全新美术效果。这部分我在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它会有分成沙地跟绿洲，不过只是画质提升而已啊，大致上是没有什么改变了。第5个部分，休假许可和移民功能相关调整。休假许可优化，新增了移民需求减少效果，接受休假许可的玩家可以消耗更少的移民令进行常规移民。还增加了颁发休假许可之后可以撤回的功能，调整了定向移民触发条件，还有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在联盟商店中增加了每周限量板块，会自动上架一定数量的移民令，玩家可以使用个人积分进行购买。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每周限量呢，之后应该会增加其他的东西，不是只有移民令而已。最后就是调整了美丽新世界礼包部分档位的限购次数。虽然它这边是写部分啦，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黄金宝箱应该可以买到更多个了，因为这个礼包1个月只能够买1次而已，如果你把这个礼包买完的话，最多也就只有25张移民令，其实有一点不太够用啦，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增加更多黄金宝箱购买的数量。其他相关优化，第1点，新增了玩法手册啊，这个什么来的？为了方便玩家理解游戏机制，新增了操作与战斗相关的说明，之后还会陆续增加新的说明内容。我觉得他们增加这个东西是为了方便一些新的玩家去操作这个游戏，像我们这种老屁股呢，其实都会玩了。点击执政官头像弹出的版面中，点击玩法手册按钮即可进入该页面简单的来说就是跟我们老屁股没有什么关系啦。再来第2点，地图显示优化，优化了。哇，它那个名字这么长，我直接放图片给你们看啦，它讲优化这个东西啦。把游戏更新到最新版本就可以体验了，但是我还是要讲那句啦，我前不久才吐槽的，现在看起来依然还是有点像马赛克啦，你至少在那个领土的边边加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颜色吧，至少看得会比较整齐一点。第3点，在道具菜单中增加了加速和资源统计功能，这个在之前也是有介绍过了，可以让玩家更加方便的去查看自己到底有多少的资源加速，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能推出之后，应该有不少的玩家在那边展示我的书包里面到底有多少的资源加速啊，尤其是那些大哥。第4点，统帅叙事相关优化，新增了斯特凡三世啊，这么快就有他的故事，还有伯里克利的叙事，也就等于说这2个统帅也是有他们的专属表情包了。优化了城中统帅闲聊的内容，篇幅较长的故事和漫谈。挪入统帅界面内，可随统帅的信任等级增加解锁，优化了部分叙事的表现，简化了部分叙事触发条件。那这个部分不是很重要啦。接下来第5点，操作及相关优化，与地图互动的方式由长按优化为点击。说到这个部分，我感觉我自己还蛮少用的，因为真的长按的话好像会比较浪费时间一点呢。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忽略掉了，而且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玩家都不会选择长按的方式去缩放地图，应该大部分还是选择用点击的方式，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玩家都已经习惯了用点击的方式了，突然之间要长按的话好像有点怪怪的，所以才会在这一次的更新由长按变成点击。
下一个至尊大转盘新增了50连抽的功能。哎呀，这个东西啊，讲起来有点好笑啊，因为它转的真的是有点太慢了。但是要去商店购买所需要花到的开销又比较多一点了，就变成说有一些玩家一直不断的去按，这确实比较麻烦一点啊，他们早就应该要出50连抽了。第7点，市政厅等级达到25等级时，城市空间可修建范围将变得更大了，耶！各位可以装饰你们的城市了。第8点，新增村庄奖励1件领取功能。怎么那个东西不早一点出嘞？哎呀！第9点，新增了流光真币的使用限制，这个是有花钱才会有这个东西的，一般没有花钱的玩家就不会有。在心愿之选活动中，对已召唤的统帅新增了标签哈，什么来的？第11点所讲的东西就有点迷了，未来新增更多趣味日常活动。什么东西？优化了文明之旅的界面表现。我相信应该有不少玩家都不知道什么是文明之旅，甚至都没有去完成任务。那其实这个是在学堂那边点开就有这个东西，但是一般玩家不会去碰这个东西啦，因为真的有点废。最后就是城市主题幻化功能相关优化，优化后兵种属性为综合的城市主题，将可以幻化成任意兵种属性城市主题哦。同时所有兵种属性的城市主题也将都可以幻化成综合的城市主题哦。就是说在优化之后呢，就只有其他的兵种你不能转换之外，其他的大致上都可以转换。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公告啦，自己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惊喜。那么各位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